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王炯啊。今天这期视频的开场有一点点富贵的感觉，是在一个超大的一个别墅里面啊。这个别墅应该是有1200平米，而且它是一个北京的别墅啊。这个价格，大概大家自己算一下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体验的呢就是小米刚刚发布的这个82寸的这两台电视了，一个是4K 的，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顶级的这个8K 的这个版本。然后现在出现在画面里的呢，就是 8K 的那个至尊纪念版。OK，看看小米这次在电视方面又带来了什么新品，还有什么新的技术，我们简单跟大家聊一聊。不过那点小白测评马上开始。我觉得把这台电视放在这个客厅里面，确实还是挺有感觉的啊。坐到这个正面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的 8K 的至尊纪念版这个电视的 ID 设计。它两侧的扬声器呢是这个伸缩的，如果要是你关电视的时候，它会自动收进去，会形成一个超窄边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。然后你打开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伸出来。而且呢，刚才小米也跟我说了一个设计啊，就是比如说你旁边再放了一个什么青花瓷的罐子之类的，然后它到一半它会自动有一个距离的感应，然后它并不会把你的罐子给你碰掉，然后会停住，然后发出报警声，你拿走了之后它再自动打开。然后它下边这个底座呢是这种伸出来的，然后当然它也可以壁挂，然后旁边呢它这种伸缩的这个喇叭呢也是这种绒布包裹的，然后下边也有这个杜比全景声的这个标志。整个的这个侧面看起来，这个电视并不是特别薄的这个设计，还是比较厚的，但是它这个侧边的这个金属感是非常强的。它这个支架呢，其实也偏向于像那种显示器那种支架。这样形式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转，对，它左右呢有15度的这个旋转角度。然后这个电视呢，其实它是卡着普通民用的最大的电梯的这个尺寸来做的，它的4K 和8K 呢全部都是这个尺寸。然后这个遥控器啊，也可以看一下。这是我觉得比较像一个高端电视的遥控器了，它是带 FC 的，然后是一个金属的一个材质。这台是 8K 的版本嘛，它跟爱奇艺呢有一个合作，就是做了一个 8K 的专区。我们大家看一下啊，比如说什么破冰行动啊，有隐秘的角落啊，我们点开看一下。然后它下面呢就是 8K 杜比全景声的这个标识，整个的这个电视的屏幕呢，它是来源于三星的这个屏幕。视觉观感上啊，其实刚才录视频之前我也已经看了一下，就是看到了你所有的细节。我现在是坐在张东升的正前方，然后往前推。东哥，我还有机会吗？他说：“小白，你没有机会了。”8K 呢，这个在数字层面啊，它是4K 的2倍，但是如果要是换算到电视上的这个分辨率的话呢，8K 其实是4K 的4倍，就放了4块4K 的屏，它可以实现8K 的120赫兹。这个电视还有一个贼有意思的点，就是在这里有一个手机卡的插槽，你没有看错啊，这真的是手机卡的插槽。就是它可以插一张5G 的手机卡，普通这个4K 你可以随便拖，家里网速好的话没问题，但是8K 这个就真不一定了，对这个网速要求还是非常高的，一般都得200兆带宽往上，插上5G 卡之后，它的速度就会非常快，然后你就可以在家享受这个5G 带来的快乐了。在屏幕方面呢，它是 Mini LED 的这个技术，然后有960个光区。买电视你应该知道这个参数了，就是光区越多，它的这个布光情况就越均匀。这个82寸960个光区，这应该是非常顶级的一个参数了。然后配置方面呢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就是啥都有，这个详细给大家打出来啊。当然它的价格也确实不便宜啊，5万块钱，普通家庭可能确实有点难。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的价格放在8K 然后82寸这个尺寸的这些产品堆里边，那它的性价比应该是最高的，而且还会高很多，比别人便宜了几万。A few moments later.
我现在处在的环境呢是这栋别墅的一个影音室，其实它的封闭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呢，可能是因为一些收音的问题啊，或者说你耳机不同的问题啊，大家听到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。我建议大家去线下门店实际听一下。我的具体的这个听感呢，就是它的音场是非常大的，但是它的低音呢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欠缺，这是我的真实的感受。但是它的中音和高音表现还都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毕竟扬声器也这么多嘛，是吧？这边有4个，然后这边有4个，然后这个电视呢，它的售价是49999。如果你觉得这个8K 的啊5万块钱的电视距离有点远，那4K 的就显得亲民了许多。我们去看看。OK， 现在我们的场景又来到了一个贼豪华的餐厅啊，这餐厅可以大概供10几个人一起吃饭。然后后面的这台呢，就是它的4K 的这个版本啊，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主销的机型了啊。这个参数方面呢，我们还是先给大家打出来啊，不给大家念了。然后主要就是2个核心的，一个是82寸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4K。之前的那个卖5万多是吧？这个9999，作为82寸的电视来说，如果要是卖9999，这个已经也非常屠夫了吧，就是已经非常便宜了。然后整个的这个 ID 设计方面呢，其实这台就传统了一些，旁边也是这种金属的边框，然后质感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后背呢也是整个都包住了，底座呢也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底座。然后它的分区方面呢，它是240分区，这个就拉开差距了，那个是960的。其实明确能感知到4K 这台电视呢，就是这次的绝对主销。然后也是它主推的这个机型，同样在性价比和配置方面呢，也是小米一贯的这个传统。OK 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啊，其实这2台电视可以非常明确的感知到，就是小米还是想在电视方面继续做领头羊的这个大哥的这个位置啊，不管是它的这个49999的那个8K 版本，其实8K 那个说实话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确实有一些距离，但是呢，它是代表了品牌的一种高端形象嘛，就是我可以有这种技术能力，或者说有这种产业链的整合能力，把这个8K 的电视我给它推向市场做出来，而且价格也没有那么贵啊，在5万块钱这个档位段确实买不到这么高配置的这个电视。然后它的主销机型呢，就是这个4K 的这一款，9999 82寸，然后它的各方面的配置呢，其实也是比较到位的，依旧延续了小米这个电视的它的一个传统风格吧，就是它的大师系列呢，就是上一个那个 OLED 的这个品质非常高是吧？但是这个尺寸更大了，然后它的价格呢也这个压下来了，这个在1万元以内的这个档位段，我估计这个电视应该会比较难抢，这个49999那个估计还好抢一些啊。其实，在电视这块呢，整体的这个产业上来说呢，大家还是比较面向这个生态一些的，就是软件方面，就是小米呢在这块有天然的优势，比如说米家的整合能力啊，还有就是 IoT 方面啊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视频这块啊，这个小米已经耕耘了多年，在这块的优势确实保持了很长时间了。然后82寸的这个尺寸呢，也是花了心思的，这个防止你是吧，这个破窗户比较麻烦，这个直接可以进这个电梯。好了，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，然后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vlog 的一个体验。后续到工作室之后，我们再详细聊。不关点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